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日子越过越累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们现在拥有的东西明明比以前多太多了？我们的房子比以前宽敞，出门有车代步，手机拿起来就能看到全世界。可是我们却好像越来越不快乐了。每天早上醒来，眼睛都还没睁开，脑子里就已经塞满了今天的待办事项，操心儿女的房贷压力，担心孙子的功课，自己时不时酸痛的关节，还有家里永远做不完的家事。我们每天就像是一颗转个不停的陀螺，不敢停下来，也不敢喊累。越努力，心里却越焦虑，身边的人越多，夜深人静时却觉得越孤独。我们总是在心里对自己说，等我熬过这段时间就好了，等孙子长大了我就轻松了，等儿女的工作都稳定了，我就能好好享受生活了。但是说实话，那个以后真的会来吗？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部佛教史上最伟大的经典《金刚经》。很多人一听到《金刚经》就摇摇头说，哎呀，那个太深奥了，那是出家人在念的，我们凡夫俗子哪里听得懂？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。《金刚经》不是用来把人搞晕的，它是一部真正能帮你断除一切痛苦的实用指南。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曾把这部艰涩的经典提炼出几个核心的智慧，只要你听懂了，就能从源头化解你人生的痛苦。首先，我们来破解第一个天机，为什么你会这么焦虑？《金刚经》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，叫做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这句话听起来很玄，对吧？我们用白话文来说，你看我们的心就像是物理世界里的时间一样，永远都在变化，永远不会停留。我们刚开口说一声未来，这个未来立刻就变成了现在。当我们正在说现在的时候，它早就已经溜走，变成过去了。也就是说，时间就像一条奔流的河水，你永远无法在同一个地方抓到同一把水。可是我们凡人不懂这个道理啊，我们拼了命的想要在一个根本抓不住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里面去掌控些什么。举个最真实的例子，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，傍晚你在厨房忙进忙出，好不容易煮了一桌热腾腾的饭菜，等着孩子下班，孙子下课回来，这本该是一天里最热闹、最该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刻。但是你的心在哪里呢？你夹了一口菜放进嘴里，食不知味，因为你的脑袋里还在懊恼早上在菜市场跟摊贩起的一点小口角，或者后悔前几年没早点把那只跌停的股票卖掉。这是你在执着过去，接着你的眉头又皱了起来，因为你又想到孩子的房贷压力这么大，孙子以后的学费该怎么办？再加上自己膝盖的老毛病最近又犯了，不知道老了以后会不会拖累家人。这是你在焦虑未来。你看，你的人明明坐在现在的餐桌旁，但你的心却被撕裂成两半，一半留给了过去，一半抵押给了未来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这么累的原因。你从来没有真正活在当下。古人有一首诗说得极好，风月无古今，情怀自浅深。天上的月亮，吹过的微风，门前的山河，从古到今，它们一直都在那里，没有变过。古人看到的云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云是同一个世界，但是看风景的人心境却大不相同。心里高兴的人看到月亮觉得浪漫，心里痛苦的人看到同样的月亮却觉得凄凉无比，甚至觉得活着没意思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困住你的从来都不是外在的环境，而是你自己的心境。你的心境决定了你的处境。我们刚刚聊到心境决定了你的处境。关于这一点，佛家有一个非常经典而且非常可爱的小故事。从前有一个老婆婆，街坊邻居都叫她哭泣婆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管是出大太阳
还是刮风下雨，这个老婆婆每天都坐在家门口，一边拍着大腿，一边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，哭得好不伤心。有一天，一位云游的老和尚路过这个村子，看到老婆婆哭得这么凄惨，就走过去关心她。老和尚问：阿弥陀佛，老人家，您为什么每天都在哭泣呢？是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难关吗？老婆婆擦了擦眼泪，叹了一口气说：师父啊，您不知道我的命有多苦。我有2个儿子，大儿子在城里卖雨伞，小儿子在街角卖米粉。老和尚听了很纳闷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2个儿子都有正当的营生，您有什么好哭的呢？老婆婆一听，眼泪又掉下来了。她指着天上的大太阳说：师父您看，今天出这么大的太阳，天气这么好，我就想到我大儿子的雨伞肯定一把都卖不出去，他今天又要饿肚子了，您说我能不哭吗？老和尚点点头，又问：那如果是下雨天呢？下雨天大儿子的雨伞就好卖了，您总该高兴了吧？老婆婆摇摇头，哭得更大声了。下雨天我更伤心啊，一想到下大雨，我小儿子晒在院子里的米粉全都要发霉坏掉了，他一家老小吃什么呀？师父您说，我这辈子是不是注定要在痛苦里度过？大家听到这里，是不是觉得这个老婆婆很可笑？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一想，我们现代人有多少人每天就活得像这个哭泣婆婆一样？我们每天打开手机，看到别人的老公带老婆出国去玩，再看看自己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的老公，心里就开始埋怨，觉得自己的婚姻真是不幸。看到朋友的孙子考上了第1志愿，再看看自己家那个还在打电动的孩子，心里那把火就烧了起来，觉得自己的人生真失败。股票涨了，你后悔自己买的太少；股票跌了，你又痛苦自己没有早点卖掉。你看，我们永远都在看自己没有的那一面，永远都在为那些不完美的事情掉眼泪。我们跟那个老婆婆一样，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了失去与匮乏上面。老和尚听完老婆婆的抱怨，微微一笑，对她说：老人家，您不如换个角度想一想，出大太阳的时候，您就想，太好了，今天小儿子的米粉一定晒得特别透，特别香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等到下大雨的时候，您就想，太棒了，今天大儿子的雨伞一定会被抢购一空，生意兴隆。老婆婆愣住了，她这辈子从来没有用这个角度看过世界。她把老和尚的话在心里默念了几遍，突然一拍大腿，破涕为笑。从那天起，哭泣婆婆变成了微笑婆婆，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，她每天都乐呵呵的。各位朋友，天气有改变吗？没有。2个儿子的生意有改变吗？也没有。唯一改变的，只有老婆婆的一念之间。这就是《金刚经》里教我们的智慧。外在的世界本来就是充满缺憾的，天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。如果你坚持要盯着那个缺口看，那你的人生就是一场无间地狱。但是当你把心念一转，把目光放在你已经拥有的美好事物上，你会发现，原来每一天都是老天爷最好的安排。不管你是学儒家、佛家还是道家，人类一切修心养性的最高境界，其实说穿了只有3个字，请你一定要把这3个字记在心里，那就是善护念。好好的照顾护持你自己的心念，看好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，因为时间其实只是一场相对的骗局。真正悟道的人是没有时间观念的，一念可以是1万年，1万年也可以只在当下的一念之间。当你能把那颗四处飘荡、为明天焦虑的心收回来，安放在此时此刻，你的痛苦就已经好了一大半。可是很多朋友会问我，你说的倒容易，但我真的遇到过不去的坎了。我生病了，我破产了，我去庙里求神拜佛，求菩萨保佑我，难道错了吗？
这就来到了我们今天要揭开的第二个天机：求神拜佛真的有用吗？刚才我们聊到，遇到困难就往庙里跑，点上最粗的香，买最丰盛的水果，跪在菩萨面前，心里默念着：菩萨啊，求求您保佑我这次渡过难关，保佑我今年赚大钱，保佑我的孩子考上第一志愿。如果愿望实现了，我一定回来给您打一面金牌。我们仔细想一想，这样的场景是不是很熟悉？这其实是我们现代人一个很大的通病。我们把庄严的寺庙当成了许愿池，我们把大慈大悲的佛菩萨当成了可以利益交换的对象。这不叫信仰，这叫贪婪的保护伞。金刚经要告诉我们的第二个天机，就是要彻底打破这种迷信。南怀瑾先生说的非常直接，他说啊，老实讲，佛才不大管你这些闲事呢。很多人听了可能会吓一跳，觉得这大不敬。但你想想，如果今天你做了一件坏事，伤害了别人，然后你赶快跑到佛菩萨面前磕个头，说声对不起，捐了一点香油钱，佛就赦免了你，这可能吗？如果佛菩萨是这样办事的，那跟贪官污吏有什么两样？其实真正的佛并不是高高在上，掌握生杀大权的权威，真正的佛也没有那种可以随便干预你因果的主宰性。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禅宗里非常有名的历史公案。有一天，大文豪苏东坡跟着他的好朋友佛印禅师一起去逛庙，两个人走进大殿，看到一尊庄严的观世音菩萨雕像。苏东坡抬头一看，发现菩萨的手里竟然拿着一串念珠。苏东坡就好奇了，他问佛印禅师：禅师啊，我们凡夫俗子拿念珠是为了念观世音菩萨的法号，求菩萨保佑，那观世音菩萨自己拿念珠，他是在念谁呢？佛印禅师微微一笑，淡淡的说：菩萨也是在念观世音菩萨。苏东坡更糊涂了，菩萨为什么要念自己？佛印禅师看着他，说了一句点醒千古凡人的话，他说：因为菩萨比我们都清楚，求人不如求己，求人不如求己，这就是中国文化里常说的自助而后天助。一个人学佛，不是要你去迷信外在的神明，而是要正信。什么是正信？就是要自发、自省、自己觉悟。佛菩萨不会直接把金银财宝塞到你手里，佛菩萨给你的是保护你自己的智慧与方法。当你拥有了这份智慧，你把自己的心安顿好了，你自救了，老天爷自然就会来帮你。这就叫做你自助而后天助，你安顿自己而后佛助。那么这个佛到底在哪里？如果它不是庙里那尊泥塑木雕的佛像，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子？金刚经里讲了一个很高的境界，叫做心的真相是无相。佛经里说的如来，其实就是我们心性本来的面貌。听起来很抽象，对吧？没关系，我们用一个现代人每天都会碰到的东西来比喻，就像你家里的电灯、电风扇，你把开关一打开，啪的一声，电来了。但是你看得见电吗？你看不见电的长相，你只感觉到了灯泡发出的光，你只感觉到了电风扇吹出来的风。电来了没有？来过了，好像没有来。你开关一关，它又消散了。电去了没有？去了，好像没有去。你再按一下开关，它又来了。它不来也不去，不生也不死。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本性，就像这个电一样。上一秒钟你听到我讲话，声音来了，下一秒钟话听过去了，好像又走掉了。但是能听见声音的这个本体，那个像电一样的能量，它一直都在你的身体里，如如不动。当你明白了这一点，你就会知道，原来那个法力无边的佛，从来就不在遥远的西天，也不在深山老林的寺庙里，它就在你的心里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不要往外求，因为往外求，你永远在患得患失。只有当你向内看，
把心里那个无形无相的电开关打开，你才能真正照亮你自己的人生。不过，就算是明白了求人不如求己的道理，我们在生活中还是常常会觉得痛苦。特别是当我们闲下来的时候，或者当我们觉得人生还差那么一点点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拼命追求圆满，最后却总是弄得伤痕累累呢？这就跟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3个天机有关了。很多朋友把心收回来之后，突然发现一个很可怕的问题，那就是我怎么突然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了？这就来到了《金刚经》要告诉我们的第3个天机。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害怕一种福气。我们在红尘俗世里打滚，追求功名利禄，追求有车有房，子孙满堂。这种福气在佛家看来叫做鸿福。红尘里的福气热热闹闹的，大家都很熟悉，也都很喜欢享这个鸿福。但是人生还有一种福气，叫做清福，清净无为，心里没有烦恼，没有悲伤，没有得失，没有外在的光荣，也没有别人的侮辱，一切都是平平静静的。南怀瑾先生说过一句很重的话，他说：鸿福容易享，但是清福，没有智慧的人根本不敢想。你仔细想想身边的人，或者看看你自己，有多少老朋友辛苦打拼了一辈子，好不容易到了晚年，儿女也成家了，房贷也缴清了，明明可以开始享清福了，结果呢，多数人反而觉得无比痛苦，因为他一旦无事可管，他就觉得自己没用了，他活不下去了。到了周末或者退休以后，突然闲下来，坐在沙发上，家里安安静静的，这个时候，很多人心里会涌起一种巨大的恐慌跟寂寞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得找点事做。于是开始挑剔另一半，这里没打扫干净，开始打电话干涉儿女的婚姻，或者跑去群组里跟人吵政治，硬是要无风起浪，给自己找一堆烦恼。有许多老人家到了该享清福的时候，他害怕那个寂寞，他觉得什么事都没有了，我还怎么活呀？你看，真正的福报明明就是清净无为，这种最高级的福报其实非常容易得到，你只要坐下来喝杯茶，放下执念就好了。可是人啊，到了有这个福报摆在眼前的时候，反而不要了，通通都是自找烦恼。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怕清净？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找事情来折腾自己？因为我们的心里藏着一个很深的执着，那就是我们总想要追求圆满。我们总觉得人生必须要什么都有，事业要成功，婚姻要幸福，孩子要听话，身体要永远健康。只要有一点点不如意，我们就觉得痛苦，觉得老天爷对不起我们。但《金刚经》里的第4个天机，就是要狠狠敲醒我们的这个执念。这个天机就是不圆满才是这世间唯一的真实。佛家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。娑婆这2个字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堪忍，必须要忍耐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这本来就是一个有缺陷、不完美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100%圆满的。如果真的彻底圆满了，那这个缘分也就走到尽头了。清朝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臣，叫做曾国藩，他可以说是传统读书人里把官做到最大、事业最成功的人了，简直是我们现在说的人生胜利组。但是曾国藩到了晚年，他非常深刻地了解了不圆满才是真实的这个道理。你知道他给自己的书房取了一个什么名字吗？他把书房叫做求缺斋，祈求的求，缺陷的缺。别人都在求圆满，他为什么要求缺陷？因为曾国藩知道水满则溢，月盈则亏。一切东西如果太满足了，太完美了，那是很可怕的，因为接下来就只剩下走下坡了。所以他刻意要在自己的人生里保留一点缺陷，
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？在这个本来就有缺陷的世界里，老天爷是非常公平的。有福报的人可能就少了一点点智慧，有大智慧的人可能在世俗的福报上就差了一点。书读得很好的人，也许财运就平平，命运特别顺遂的人，也许在某些知识或见解上就不那么透彻。有了这一面，必定就会少掉那一面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现在觉得生活里还有那么一点点遗憾，也许是儿女没有按照你的期望发展，也许是好心帮忙却受了点委屈，又或者是身体有些老毛病，请你告诉自己，这才是正常的人生。接纳这份不圆满，把紧握的拳头松开。当你不再强求一切都要完美的时候，你才能安安心心地坐下来，享受那一杯属于你的清福。但是说放下容易，真正遇到烂人烂事的时候，心里的火气还是会噌的一下冒上来，对吧？我们到底该怎么面对那些源源不绝的烦恼呢？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重点了。荧幕前的你可能会说，道理我都懂，可是我今天出门，偏偏就是遇到一个不讲理的烂人，或者好心帮儿女带孩子，反而被嫌弃教养方式不对，又或者是另一半总是坐在沙发上对着你指手画脚，我心里那个火啊，就是压不住，晚上躺在床上还在生闷气，这该怎么办呢？这真的是我们每个凡夫俗子都会遇到的难关。我们总是习惯性的想要去对抗烦恼，想要把坏情绪压下去，消灭掉。但《金刚经》要告诉我们的第5个天机是，烦恼不是用来消灭的，不理烦恼才能真正消除烦恼。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很矛盾？我们来看看佛经里是怎么形容一个觉悟之人的心的。佛家说，如来也就是我们清净的本心，它应该要像一面明镜一样。你想象看一面镜子，当你站在镜子前面，你对着它笑，镜子里就出现笑脸；你对着它哭，镜子里就出现哭脸。这叫做物来则应，事情来了，情绪来了，我就自然的去面对，去反应。今天有喜怒哀乐来找我，我就有喜怒哀乐。但是最关键的是下一句，叫做过去不留。当你转身离开这面镜子的时候，镜子里还会留着你刚才的笑脸或哭脸吗？不会的，镜子瞬间就空了，它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可是我们现代人呢？我们的心不是镜子，我们的心变成了照相机，甚至是行车记录器。早上别人在公车上踩了你一脚，或者邻居酸了你一句，事情明明在早上9点就已经结束了，那个人早就走远了，可是你的心里咔嚓一声把这个画面拍了下来。到了晚上11点，你躺在床上，还在脑海里疯狂重播这个画面，还在心里跟那个人吵架，想着我当时要是这样回嘴就好了。你看，事情早就过去了，是你的心死死抓着那个影子不肯放。宋朝的大文豪苏东坡，他是一位学佛学禅的高手，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诗，把这个境界写得透彻极了。他说，人似秋鸿来有信，事如春梦了无痕。人到了春天，天气暖和，特别容易犯困，睡多了梦就多。可是当你早上一觉醒来，那些在梦里让你哭，让你笑，让你吓出一身冷汗的事情，还留得住吗？一点痕迹都没有了。人生本来就像是一场大梦，一切的事情，不管是天大的委屈，还是天大的荣耀，发生了，过去了，就像长江的水向东流一样，一去不回头。如果我们能真正体会到事如春梦了无痕，那你人生的痛苦就已经解开大半了。说完了转念，我们再来聊聊放下。我们前面说过，过去心不可得，教大家不要去执着过去已经发生的错误。但是很多朋友私底下常常跟我抱怨说，那些伤害过我的人，那些让我受委屈的事，真的就像一根刺一样扎在心里。我每天都在想着对方有多可恶，
我就是放不下。如果你也常常被这种情绪绑架，觉得心里很苦很累，请你听听接下来这个关于放下的禅宗故事。从前有一间深山里的寺庙，里面住着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小和尚。他总觉得师兄弟们都在针对他，今天嫌别人扫地把灰尘扬到他身上，明天又怪别人煮饭的盐放多了。他每天都在生气，每天都在跟人起冲突。老禅师看到他这个样子，就交给他一个大大的竹篓子，对他说，从今天起，只要你觉得别人得罪了你，或者你心里感到委屈生气的时候，你就到河边去捡一块石头放进这个竹篓里，然后每天背着它走路。小和尚觉得这个修行方法很奇怪，但他还是照做了。第一天，别人不小心撞了他一下，他生气了，去河边捡了一块石头放进竹篓。第二天，师兄说话大声了一点，他又觉得受了委屈，又去捡了一块石头。就这样，过了1个礼拜，小和尚背上的竹篓里已经装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。他每天背着这一大篓石头去砍柴，去挑水，肩膀被竹篓的绳子勒出了血痕，累得气喘吁吁，腰都挺不直了。终于他受不了了，跑到老禅师面前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抱怨，师父，这个竹篓实在太重了，我每天背着它，痛得晚上都睡不着觉，我真的背不动了。老禅师看着他满头大汗的样子，平静地问了一句话。老禅师说，既然这么重，那你为什么不把它放下呢？小和尚愣住了，是啊，这竹篓是我自己要背着的，我为什么不把它放下来？他赶紧把竹篓从肩膀上卸下来，丢在地上。那一瞬间，他觉得全身无比轻松，仿佛连呼吸都变得顺畅了。老禅师指着那一地的石头说，孩子，这些石头就是你心里的怨恨与委屈。你以为你把你受过的伤，别人犯过的错记在心里，是在惩罚那些得罪你的人，但事实上，你只是在折磨你自己，压垮了你自己的肩膀啊！各位朋友，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，我们现代人有多少人每天就像这个小和尚一样，背着一篓子沉重的石头在过日子，去市场买菜，被不讲理的人插队，你在心里骂了一句，这就是捡了一块石头放进心里，好心帮媳妇整理房间，反而被抱怨乱动东西，你觉得委屈，又捡了一块石头。晚上吃完饭，另一半又为了芝麻绿豆大的小事跟你拌嘴，你大吵一架，又往心里塞了一块巨大的石头。我们把别人犯的错误，把过去发生的不愉快全部收集起来，沉甸甸地背在自己身上。我们带着这些石头去买菜，带着这些石头去吃饭，甚至带着这些石头上床睡觉。你以为你在生别人的气，其实你是在用别人的错误疯狂地消耗你自己的生命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下次当你又要为了一些烂人烂事，为了一些无可挽回的错误大发雷霆，耿耿于怀的时候，请你想想那个满头大汗的小和尚。放下不是为了原谅别人，放下是为了放过你自己。当你愿意把心里那个沉重的石头竹篓扔下来，你才能轻装上阵，找回你内心的平静。这才是《金刚经》要教我们的彻底放下。你可能又会问，可是烦恼就是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啊，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念头，怎么办？这就来到我们要讲的第6个天机，你要学会去观察你的烦恼，而不是跟着它跑。我们人的念头，前一个没有了，叫做灭，后面一个念头冒出来了，叫做生，生生灭灭，从来没有停止过。南怀瑾先生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，他说，我们心里的烦恼跟念头，就像是水面上吹起的波浪，风一吹，波浪就起来了，风停了，波浪又一个个散了。我们常常被这些波浪吓到，觉得烦恼好大，好可怕，拼命想要去把波浪压平。结果，你越是用力去拍打水面，那个波浪反而越大。
可是你冷静下来仔细看，波浪虽然在动，但所有的波浪本质上都是什么变的？都是水变的呀。不管水面上是狂风巨浪还是风平浪静，那片大海里的水从来没有增加过一滴，也没有减少过一滴，水一直都在那里，如如不动。这个水就是你清净的本心，而波浪只是你一时的情绪。所以下次当你在生气、在烦恼的时候，不要去压抑它，也不要责怪自己，哎呀，我怎么又生气了？你就静静地看着它，像看着水面上的一个波浪一样。你在心里对自己说，哦，我现在生气了。这个生气的念头生出来了，你不理它，不去给它加柴火，你只要静静地看着，你就会发现，过不了几分钟，这个波浪自己就散了，就灭了。你的心又会回到原本清净的样子，这就叫做不理烦恼，才是消除烦恼的最高境界。讲了这么多心法，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些道理虽然好，但好像还是有点飘在空中。金刚经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，它绝对不是只让你坐在那里空想。真正的修行其实就藏在我们每天最不起眼的柴米油盐里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佛陀他老人家自己平时到底是怎么修行的。我还要给大家3个今天看完影片你立刻就可以在生活中去做的微小行动。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修心的方法，你可能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些境界太高了，我是个凡人，我每天要张罗3餐，要带孙子，要打理家务，我哪有时间去深山里修行啊？其实这又是我们对修行的一个大误解。在讲真正的修行之前，我想先跟大家分享《金刚经》里提到的第7个天机，一个很有趣但也挺讽刺的故事。这个天机叫做人往往比鬼更可怕。以前在深山里面住着一种长得很丑陋矮矮的精灵，叫做山魈。这山魈很有意思，他们如果家里办事缺了锅碗瓢盆，就会跑到山下的村子里跟人类借。山魈不会讲人话，只能用手比划，但是他们非常守信用，借了东西用完一定洗得干干净净还给你，而且绝对不偷方圆100里的东西。可是我们人类是怎么对待这些单纯的山魈呢？有些坏心眼的人就故意准备了一套用纸糊成的锅子、纸糊的碗借给山魈。山魈高高兴兴地拿回去，结果往火上一放，轰的一声全烧没了。你看，鬼神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什么？可怕的是我们人类那颗充满算计、充满欺骗、太过复杂的心。我们总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，把生活过得充满了套路。对比之下，我们来看看被我们当成神明一样拜的佛陀，他老人家是怎么生活的。如果你去翻开这部伟大的《金刚经》，你会发现它的开头根本没有什么腾云驾雾，也没有什么大显神威的法术。经文一开始，佛陀为我们示范了一个最高级的榜样。到了吃午饭的时间，佛陀自己穿上袈裟，拿着化缘的钵，光着脚走到城里去乞食。吃完饭回来，他自己打水，把沾满泥巴的脚洗干净。然后呢，也没有哪个学生跑过来帮他铺垫子，是他自己把座位整理好，弄得平平整整的，然后自己坐上去，开始打坐。这就是《金刚经》的开头。各位朋友，你看出门道了吗？什么叫修行？最高级的修行从来都不在深山老林里，也不在香火鼎盛的庙宇里。最高级的修行就藏在你每天的穿衣吃饭、洗足敷坐里，就藏在我们每天的柴米油盐里。佛陀是在用他自己的生活告诉我们，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，走路的时候就好好走路，睡觉的时候就好好睡觉，把那颗充满算计、到处乱跑的心收回来，安放在你此时此刻正在做的这件小事上。这就是最了不起的境界。
为了让大家今天看完影片，立刻就能开始这场生活中的修行，我在这里给大家3个非常简单、好执行的日常修行清单，你可以挑一个，今天就开始试试看。1. 洗碗及洗心。今天晚上吃完饭，当你站在水槽前面洗碗的时候，请你不要去烦恼明天要去医院回诊的事，也不要去抱怨伴侣总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不帮忙，你就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你的手上，感受水流过手指的温度，看着洗碗精变成白色的泡泡，听着盘子被洗得咔吱咔吱响的声音。当你全心全意只做洗碗这件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不仅洗净了盘子，你也洗净了你一整天烦躁的心。2. 睡前3分钟观心法。每天晚上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，不要急着逼自己睡着，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，就像我们上一段说的，把自己当成一个看电影的观众，看着脑海里冒出来的念头，我现在在担心自己的身体检查报告，我现在操心儿女的婚姻，看着他们，不要批评自己，也不要跟着念头跑，看着看着，那个波浪就平静了，你就能安稳地入睡了。3. 一句话的慈悲。我们对外人都很客气，但把最差的脾气都留给了家人。今天试着对你的另一半或者你的孩子、孙子说一句没有目的的善语，不是叫他们去倒垃圾，也不是问他们成绩，而是单纯的说一句你今天辛苦了，或者今天这道菜很好吃。一句简单的善言就能在你家里种下一颗充满正能量的种子。其实大道至简，佛法在世间从来没有离开过世间的觉悟。说到这里，我们今天这堂《金刚经》的修心课也即将来到尾声了。最后，我想送给大家一段话，希望能为你接下来的人生带来一点不一样的温暖与力量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《金刚经》里的智慧，其实说到底，人生就像是一趟借来的旅程。我们来到这个娑婆世界，不是为了受苦的，而是为了修心的。所有的相遇，所有的不圆满，甚至是你遇到的那些让你痛苦的人事物，其实都是为了来度你。他们是在提醒你，让你学会放下紧抓不放的双手，学会看清自己这颗心，不要再去追悔过去了，也不要再去焦虑未来了。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你唯一能把握的只有此时此刻，只有你手里端着的那杯茶，你身边坐着的那个人，还有你当下这颗不再随波逐流、平平静静的心。我知道生活有时候真的很不容易，在柴米油盐里打滚，在人情冷暖里受委屈，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下去了。但是请你记得，你从来都不是孤单一个人。这世间有一种力量叫做慈悲，真正的慈悲不是高高在上的怜悯，而是一种深深的理解与包容。佛法懂你的苦，也给了你解药。如果你今天看完这支影片，心里觉得平静了一些，或者突然放下了某个一直困扰你的执念，我想邀请你在我们这支影片的留言区留下你的善言，或者是为你爱的人写下一句祈福，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愿家人平安健康，或者是一句我决定原谅自己了，甚至是给陌生人的一句鼓励。当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留下善念，这个留言区就会汇聚成一个充满温暖与慈悲的正向磁场。这个强大的磁场不仅能抚慰其他看到留言的人，最终这份善意也会回向到你自己的生命里，化解你未来的烦恼。感谢你的喜欢与陪伴，愿你福生无量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